大家好，这是我阿嬷。阿嬷姓啥？姓江。你即摆几岁？倒位人？我86，依然。因为最近阿嬷状况比较不乐观，然后又刚好因为在美国的工作签证要换几个证，在台湾的 AIT 面试，所以就安排这次的旅程，想说可以多多陪阿嬷。刚刚落地韩国，然后要等待4个多小时转机时间。在飞机上的时候，好像是因为空服员送餐点，我就醒来了，然后准备打开还没看完的电影继续看。飞机上的那个 WiFi 连上了之后呢，家里群组的 LINE 就传讯息来说阿嬷已经走了。起飞前半小时还在旧金山机场和阿嬷视讯说要等我回去。然而，波音777再快，也赶不及阿嬷先行的脚步。阿嬷一定是不舍得我看到她离开的样子吧。窗外北太平洋上的星空熠熠，我四处张望，纳闷阿嬷是不是化作了哪一颗恒星，照着我，顾着我，护送我回台湾呢？倏忽，星星的光晕在眼眶间泛了开来，朦胧到看不清、望不明那颗窃以为是阿嬷的星星了。晚上10点的时候，听说第1次抢救，然后后来又有第2次抢救，休克，家人就同意放弃抢救。但至少现在情绪是蛮平静的。这1年以来，他不断的讲他全身沙沙痒痒的，说不定对他来讲算是一种解脱。其实这1、2年以来，陆陆续续有一些迹象了。去年也是跟着家人一起去挑好阿嬷之后往生要去住的地方。从小到大都在受苦，都在辛苦，无论是自己的原生家庭、农村人家，然后还是童养媳，到结婚之后却遇人不淑，遇到我阿公，努力辛苦帮他还负债，拉拔他们的小孩。到了小孩成家立业了，却还要把积蓄拿来赔我爸妈的负债，拉拔孙子辈的长大。有一次回阿嬷家，阿嬷突然跟我们讲说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最近比较没有钱给你们零用钱。阿嬷一直把我们3个孙子跟1个孙女当成她自己的儿女在看待，当成她自己的责任。为什么没有零用钱给孙子，还要向孙子道歉呢？这是什么道理？她就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。我的阿嬷江宝玉生于昭和10年的台北州罗东郡山新庄，出生后就被分给别人做童养媳，每天农耕劳作，看人脸色吃饭，更经历过2战的战机大轰炸和防空洞外的血流成河。阿嬷目不识丁，勉强能写的3个字是她的名字，却总是俭以养德，以德爱人，贵人多助。我总是很骄傲地听阿嬷说，她早期树叶肥蟹，跑遍台湾做中郎的一步一脚印，从庸孙不济的筚路蓝缕，到能够清偿阿公生前的赌债，甚至买了台北的房子养育孩子。小时候我还调皮地把阿嬷的房产平面图拿来画画呢。阿嬷说，假郎几靠，海郎几道。她也常细数早年某某先生、某某小姐对她的恩情。她教会了我感恩，也让我总是看到了社会温情良善的一面，更鼓舞了我要努力成为有用的人，以回报他人的善。我阿嬷今仔日台场，所以我讲几句台语互伊听。细汉的时，阿嬷常常甲阮讲，唔免外口读册，莫学歹就好啊。一个人的个性甲品德上重要。早年的劳苦与战乱淬炼出阿嬷的坚韧不拔，是您留给我们无价的资产。您用对命运服从的豁达和脚踏实地，给了我们最好的身教。感恩师父在8年前阿嬷发出病危通知，治愈率渺茫时，能奇迹似的救回来，让我向宇宙偷了多8年的光阴，练习与您道别。多拿了您几年的红包，带您去看电影，一起去了日月潭，见证了我们兄弟从寄人篱下到买了自己的房子，学会了开车，在阿嬷兜风。虽然您愧疚近年您无法再烧我们爱吃的菜，也无法教我们包粽，所幸6月我在美国和您视讯分享了我学习包的粽子，这8年也让我向全世界证明了您的孙子最棒。
还记得我说我录取了全世界最大的公司，录取了全世界第1名的大学时，您的欣慰。感恩您将我推上了世界巅峰，我会带着您的善良与慈悲作为能量燃烧，在世界更多角落为您发光。这些年，我或读书或工作到了欧洲、中国大陆、新加坡、美国，应该是遗传到了您爱到处街头吧。古人云衣锦还乡，远距离的岁月里，我也总是每3、4个月回台湾。感谢您从不责怪我近几年越飞越远。每次离开阿嬷家时，我总会回头望向3楼的阳台，有时你还会出来挥挥手，仿佛是让我放心自由地展翅高飞吧。今后我不用再回头盼了，因为您就在我心中做最坚强的后盾。昨天一到台北，到家里之后，弟弟就对着我哭了，说本来以为阿嬷可以见到我最后一面。第2殡仪馆，阿嬷被缓缓拉出来悬在空中，我们轮流爬上了木板阶梯，在她耳边细语：阿嬷，咱回来啊，这个身躯阮无伫啊，你好好啊走，阮会照顾家己。这次回家，阿嬷去更好的地方了。我们最骄傲的超级台湾阿嬷。你笑微微，叫阮放心去。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，你讲全世界我去离东离西，主世人日本的人不甘阮，请你着爱照顾你家己。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。讲人生无愿望，哪有滋味？半好半歹，拢是滋味。阿嬷参与我们人生的重要时刻。今仔日你牵阮的手，你听阮的心，我拢知影。阮不是别人的，免烦恼伤心。在考研究所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很平常的说了一句：“你是不几人都也当做总统啊！”唯一就是希望我们做小孩的可以活得开心。那这样子，他其实就心满意足了。幼稚园的时阵，我就是你带大的嘛。对我来讲嘛，真像是第2个妈妈。我嘛真感谢你，袂予我较孤单的感觉啦。是你的心肝宝贝。食的时阵心是啥物感觉？冰冰的好吃啊，冰冰的很好吃。以前都会跟阿妈讲说，阿妈我乖，然后阿妈就会带我们去吃麦当劳。每次回阿妈家的时候，她总是会烧出一桌好菜。好几次我带我前任到阿妈家，阿妈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有时候甚至还会问我的前任说要不要带便当。有一种饿是阿妈觉得你很饿，如果你没有吃完的话，她还会说爱夹跟夹完啊。国中的时候家庭状况变得非常不好，有一次放学回阿妈家吃晚饭，阿妈对我说：“歹势啦，最近较不好，我都摕给你钱。”竟然会因为没有零用钱可以给我们而道歉。阿妈就是那么爱我们，担心我们吃不饱穿不暖，没有钱花。我要考驾照，我整晚都睡不好觉，早上起来精神很差。阿妈看到之后呢，就打了一杯鲜果汁给我，告诉我说：“你不用紧张，就照你的能力去考，平常心。”第一关车子就熄火了，考官看了我一眼，还是让我过了。我虽然拿到驾照，可是从来没有开过车载着阿嬷到处旅行。有欢喜无？真欢喜。阿嬷，你头一摆坐我的车呢？生日快乐啊！
嬷连许愿都给别人。大家平安、庄严、交代做第二个讲我，好恁老爸啦。我看你的手，我听你的心，予你知影。阮不是别人的，免感觉会歹势。我永远是你的，是你的心肝宝贝。好啊，你。不要啊！为了温柔8年前坚强的阿嬷从因为同志到奇迹似的康复，让阿嬷多陪了我们8年。阿嬷甚至也没有感染新冠肺炎。这阮孙啦。阿嬷，哎呀，你还走去遮啦？叫阿嬷。哎呀，拄着阿嬷在菜市啊。查某朋友啊。我们多吃了几年的年夜饭，过了几年的节，一起出去玩。记得我走的时候对阿嬷最后说的一句话是：阿嬷，我爱你哦，爱卡you。阿嬷虽然讲以后回来台湾的时阵你已经无伫啊，但是你一直永远拢会住伫咧阮心肝内。到时阵，阮嘛要搁做你的孙，咱大家拢真爱你。或许因为出生就被送养，亦或传统观念中出嫁就是别人的，您一生总是无私无尽地为别人付出。但是阿嬷，我们要对您说，您不是别人的，您是我们的超级阿嬷。谢谢您教我们与人为善及温良恭俭让，谢谢您送了我坚韧的心，谢谢您做我30多年的避风港，昊天罔极。后世人阁要做你疼惜的公孙。